我男朋友是一个特别邋遢的人，在公众场合都不修边幅，但是他却认为这些都是小事儿，这让我非常的苦恼。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小事儿，不用在意这些细枝末节。成功人士都是不拘小节的。我跟他说了许多次了，但是他总是有一套一套的自以为是的道理来反驳我。我的工作很忙，有时候很累，我觉得作为我的女朋友，她应该试着去理解我。但是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对我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很多的困扰。我很失望，然后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跟他继续相处下去了。男生到底邋遢到一个什么地步，都让这段爱情要面临崩盘了呢？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黄23岁，来自河北，是一名程序员；女嘉宾小王23岁，同样来自河北，是一名职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这衣服新的哈，新的啊，知道吗？主持人，这是我见过他穿的最干净的一身了。行吧。两位是大学同学对不对？是的。谁追的谁呀？我追的他。追了多久啊？大概3个月吧。有一次就是我上课，来晚了，我就坐在前面啊。那节课正好我比较糊涂，带错了书，然后就借着他书去看了一下，一块看的。然后就慢慢认识了，一来二去觉得他也挺好，然后就慢慢开始交往。我当时都觉得他其实，虽然说邋遢吧，也会带错书，但是他是属于那种挺聪明的那种。哦。然后他其实成绩还不错，我当时是觉得没事儿，这些生活习惯嘛，慢慢可以改嘛，我也可以帮他。但是现在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已经给了他很多次机会，而且我已经说了他很多次了，就是说你可以邋遢，衣服我可以帮你洗，袜子鞋我都可以帮你，但是他的理由总是说有自己的一套那种歪理，你知道吗？他老是拿那种来糊弄我。他到底邋遢到一个什么程度？你说大夏天吧，然后他一个男生，他也喜欢打球，然后打完球之后，他还喜欢穿白的，上面各种汉字啊、手印，他也不洗不换，他又直接那样去上课了。我就可丢人了，我就回去说你洗一下吧，也费不了多大事，夏天衣服也轻薄嘛。结果呢，他怎么跟我说？都已经找着女朋友了，还那么在意外表干什么呀？好可爱。那你喜欢是我的人，那我每天跟那个乞丐一样，你也喜欢是吗？那也不能这么说，我衣服也不是没洗啊。你洗衣服吧，你就得漂水，你一漂水吧，像我就不怎么能洗干净啊。你然后用的那些洗衣粉呀、洗衣液里边都有一些化学成分，像磷呀，那你洗不干净就留在衣服上面。等下次我再穿着这样的衣服去打球，一出汗，毛孔一张开，那些有毒的物质是不是全吸收进来了？你这哪是为我好？您听到了吧，主任，他就经常都是这样，然后就他连不洗衣服都能给他找出这样的借口啊。那你说你不洗衣服是吧？那你穿了2年的裤子呢？不是。真的？什么裤子他穿2年？一条牛仔裤，他都穿的那个上面都是溅到那个吃饭的时候溅到有点儿，然后上面都有尘土，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裤子都已经磨得发亮了，真的能立起来了，你知道吗？我都特别惊讶，他怎么能一直这样穿呢？你的意思是说他穿一条裤子穿了2年没洗是吧？也不是经常穿，就是2年没洗过。我对牛仔裤就有一种这样的观点和看法啊。你这条裤子有多久没洗？大概是8个月。也不是经常就一直穿，因为我有很多牛仔裤，然后就换着的。他都不洗，他实在不洗我也没有办法，我说实在看不下去，他不能每天这样跟我一块上课，就真的挺尴尬的。对，你给他洗嘛。对啊，我就给他洗，我刚开始还想跟他手洗来着，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泡在那个盆里了，然后洗衣液都泡上来，我说等我下完课回来给他洗吧。结果我下完课回去一看，那个水全部都是特别黑、特别脏的，然后我手都下不去。算了吧，我实在没法洗了，我就给他拿到楼下去放洗衣机里了。搅完之后再拿出来，它就烂了。你还好意思说裆都烂了，没法穿了，还不如不洗呢。本来挺好的，还能穿，一洗完都没法穿了。那你对他这8个月没洗的牛仔裤，你有意见吗？我不打算管了，反正我也管不了了。我说了他也不听，他也有自己的道理。那你们俩在一起还有什么奇葩事？还有袜子的事呢。对啊，你还敢提袜子？天哪！袜子怎么了？
就我有一个舍友是我闺蜜，我们关系都挺好的，然后就是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做客嘛，又挺开心的，说可以带家属嘛，然后就带着她去了，开心的一进门大家都要换拖鞋嘛，她搁那儿不动，然后大家就已经换完走了嘛，我就搁那儿看着，她一脱鞋，我就已经无语了，你知道吗？明白，您知道的，就是说，他还跟我说就没怎么洗干净，至于吗？根本就是没有洗过，不是没洗干净，我相信他那袜子是没洗，都是黑色的，都粘在一起了，而且那个都快漏了。然后就为这事儿吧，我就特别的生气，我就特别尴尬。直到现在不是毕业了嘛，我舍友都有时候我们联系一说起这事儿都还特别好笑，都还说我呢，说啊你那么爱干净的一个小姑娘，怎么就找了一个那样的男朋友？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觉得他居然是这么邋遢嘛。后来他再出来去玩的时候都不带我了。对。那你这样我能带你出去吗？你还没给我丢够人呢。我觉得你的衣服啊、裤子啊什么的，你自个儿丢人就算了，你跟我一块儿出去，我真的是脸上挂不住呀。我就说有那种新七袜嘛，我说我还特意上网给他买了一套那种新七袜嘛，就7双嘛，这不正好嘛，你都不用那么勤嘛，就是说每天可以穿1双，我都挺开心的。第1周呢，每天穿1双嘛，都挺好的，但是第2周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明显比第1周怎么看起来都不一样呢？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洗了吗？没洗，袜子又不脏，谁说第1天穿的袜子就得第2天洗了再穿呀？那你鞋子那么封闭的一个环境，你要穿着去打球啊，那出汗了会滋生多少细菌呀？这个世界本身就充满着各种细菌和病毒。你要是想要追求一个真正无菌的环境，咋不泡消毒水里呢？就他这样不行，你知道吗？我就说啊，行，那退而求其次吧，我让他周日一次性把1周的洗出来，这样就不让他每天都洗了，不就挺好的了吗？怕他忘了，我给他定了闹钟，你知道吗？到时候我就给他打电话说，喂，亲爱的，你该洗袜子了，闹钟都给你定好了，你应该有提示嘛。结果呢，他跟兄弟在那玩游戏呢，玩得热火朝天的。就怨你，本来玩得好好的，一个电话打过来，然后害得那波就输了，游戏就输了，他们都怨我坑。我对他都这么好了，但是我的好心在他那边都是坏意，真的。听出来了。他老是嫌我这不好，嫌我那不好。啊。他还嫌你什么不好？他有时候连脸都不洗就来上课了，洗脸刷牙这些就最基本的清洁，你得每天都干呀。对，这个你给我说说是为什么吧？什么理由？他那种不科学的洗脸，还不如我这种不经常洗脸的呢。因为皮肤它表面会有一层油脂，这层油脂就形成一个保护嘛。你经常不科学的洗脸就会破坏它，破坏它了以后，你皮肤就会蒸发水分，就会干燥，再加上你用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化妆品啊，然后卸妆的时候又卸不好，反而就会长一些痘痘啊、雀斑。可以啊，所以你一般几天你洗脸吗？洗，他洗。那你别洗啊。他说不科学的。不科学的洗，但是你不洗的话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洗脸不用任何东西，直接拿水。也不是，也看个。你用洗面奶吗？偶尔。多偶尔？一瓶大概能用到保质期结束吧。1年是吧？3年。3年。3年。你可以用3年一瓶。哇，那刷牙呢？你会刷牙吧？刷。那就好。刷什么呢？让它自己形成保护膜，你刷什么呢？我觉得这些都是正常人应该做的，就是说很正常的思维，但是他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然后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跟观点。哎，我问问你啊，邋遢和讲卫生，我觉得应该是严格区分开来的。多久洗一个澡？大概1周左右。对，因为有时候比较忙嘛，然后都没有空。多久洗一次脚？想起来的时候大概这个会洗。一般什么时候会想起来呢？一般觉得自己都受不了的时候。这是不讲卫生啊，这是。有时候就特别忙，没有空。你得多忙啊！就有时候赶一个项目，都是后半夜睡的。还给睡觉是吧？那他回去就得洗干净啊。嗨，所以你要分手是吧？是的。改不了了是吧？这个人。我不知道。反正在我这儿，我说了很多次都没有办法。你愿意为他每天洗脚、刷牙、洗个澡吗？他要是不和我分手的话，我愿意。好了，下面该怎么办呢？我们把难题交给老师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邋遢和不讲卫生是两回事儿。我可以接受你长发飘飘，哥们儿，一缕蓝衫，2年牛仔裤我都忍了，但是不洗澡、不洗脚这事儿忍不了。作为哥们儿，只要不住一块儿我也能忍了。作为情侣或恋人或将来的家人，实在是让人忍不了。但是每个人的个人习惯不一样，有的就洗的比较勤，有的人就洗的不是那么勤。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时代，你这些道理都 OK。但是现在文明社会，这些都站不住脚。别跟我说忙，我一堆程序员朋友，天天比你忙，住在公司1个礼拜不回家都是常事儿。原来我们在新浪工作的时候，真的带睡袋去办公室，困了就跑一个空的会议室里睡一觉，起来以后接着干。那没办法，新的频道上线要改版啊，1个礼拜不回家，但是没有洗澡间的情况下，还去洗手间的水台上洗个头、洗个脸、刷个牙呢。也别说自己有什么习惯，如果你从小没有养成好习惯，你现在可以改。就算你再幽默、再有才华，如果不具备基本2个人共同生活的卫生习惯的话，这个女孩是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你想她再为你心动，一进卧室熏出来了，怎么在一块生活呀？如果你想孤独终老，你就脏着吧。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人，我们不用都在意他们的看法，但只有一个人的看法你该在意，就是你爱的人。如果你爱的人的看法你也不在意，那我只能说难怪对方会想要离开你。其实女人呢很简单，女人在意的事情永远都是，请问你记得我说的话吗？那不是要考你的智商，那是想要知道你有多在乎我。当你爱上一个人，或者至少是开始喜欢一个人，谈一段恋情，在乎对方的感受，用他喜欢的方式对待他，那才叫做爱吗？我们曾经是同行，我曾经是 Java 程序设计师，他们都反对你，我挺支持你的，真的。我为什么支持你啊？实际生活当中，女人经常叫我们臭男人嘛，对不对？实际上，女人就是喜欢有味道的男人嘛，对不对？哎，不，而且这个有味道，这个味道当中，我把它分为5种，首当其冲最重要的味道就是臭。但是我告诉你，要臭到恰到好处，适当的臭，不能太臭。你比如说，偶尔的不拘小节，臭袜子乱扔，可能你会觉得有艺术家的味道，但是只能偶尔为之，不能太过分。什么2年没有洗的牛仔裤，那就不叫臭，那叫恶心。这是第一点，臭要臭的恰到好处。第2点，男人味道要狠。这个狠是什么呢？不是对别人狠，对自己狠。你对自己就不够狠，不就这点事儿吗？你让他高兴，你自己做了不就行了吗？虽然我是10000分个不愿意，我对自己狠一点不可以吗？是男人对自己狠一点，是吧？节衣缩食也好，努力工作也好，那是对于自己的一种鞭策，对于对方的一种爱。所以男人要狠，但切记对自己狠，不对别人狠。第3，要闷，闷就是大家所说的 man 咯，就做事要沉稳，任何事情不要毛手毛脚。当然这个东西是年龄问题啊，不是说你现在这个年龄就能够做到的。第4就是暖，你暖不暖？我到现在为止记住你一件非常关键的话，你刚才说了一句什么话？你说都找到女朋友了，那么注重形象干什么？你这叫假暖啊！上了钩的鱼还要喂饵吗？说明你是知道讨他的欢心是要干净的，你只是到了手了，不愿意再这样做下去了。你说对不对？所以说其实你内心深处是有一点小自私的。第5点，要凶，男人要凶一点。这个凶指的是什么？不是凶巴巴的对女生，而是稍微得有一点大男子主义。这种大男子主义体现在有一些问题的抉择上，勇于挺身而出，而不是说一定要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所以你总结一下这几点：臭、暖、闷、狠、凶。
都来一点，你就是个有味道的男人啊。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将决定了自己的生活品质，找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决定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如果你真想让她干净，你没有必要一天到晚嘚吧嘚嘚吧嘚在那念。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温柔的鼓励远胜于严厉的苛责。她不干净是吧？你就把她的这个衣服裤子全扔去洗了，你把她拽着过去，摁下去给她洗头，一边洗一边跟她说笑话，一边洗一边跟她拧耳朵，她就不会反对了，她就会慢慢的形成一种好的生活习惯。没有女人管的男人是个无辜的孩子啊！你好好做吧。我觉得我们综合一下，其实说白了，你不是性格，你太不讲卫生了。这个习惯其实特别好养成，如果你爱他的话，你够爱他吗？你觉得？我愿意改。啊，你看多好啊！你相信他吗？不相信。哎，这就对了。男人一般说这种话的时候，真的不要相信。对。你不要让他那个特别规矩，因为这真是相处之道了哈。1年多也过来了，愿不愿意再咬牙坚持？好好考虑考虑。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虽然不讲卫生吧，但是其实我还是喜欢你的，然后你对我也挺好的。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对我挺好的，然后我也觉得你很有才华，但是相处这么久，我说过很多次了，也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你一直都是这样，我实在是觉得你真的要是不改，不去行动，不去做的话，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想象我以后的人生要是跟你一起过会是什么样的场面。有时候一个改变不是那么轻易的，需要一些时间。据说改掉一个习惯和养成一个习惯21天就够啊。坚持21天洗脚，坚持21天连续的洗澡，把它变成一种新的习惯吧，那是为你自己好。谢谢两位，请回哈。来，请官们，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如果你的他是一个不那么讲究，有点邋遢，甚至于可能跟你的生活习惯都会出现冲突的那么一个人，你们会选择继续接受他吗？帮助他来改变，或者一起来磨合？愿意选择赞成，不愿意选择反对。各位请选择。哇，42.86%的现场观众说，哎，我可以接受或者宽容他。还有57.14%的观众说，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啊。接受啊，还是不接受？不接受，我受不了这个。接受吗？接受。有男朋友吗？有。你男朋友最开始让你不能那个接受的习惯，后来你接受的那部分习惯是什么？刚开始都挺接受的。啊，后来呢？也接受，没啥坏习惯。啊，就没有坏习惯啊。来，我们问个男生哈。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可以接受。那女生什么样的习惯是你接受不了的？不要太任性吧。不要太任性。对。谢谢哈。看看他们自己有没有想清楚这点问题，能不能跨越影响他们情感的？请开门。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那个对着他说我从今天开始我洗香喷喷了，我以后保证每天都香喷喷，我再去找你。说呀，跟他说呀。我知道我错了，知道自己有些做的不好。我想着是像成为乔布斯那样的能够影响世界的人，也没有人过多的去在意乔布斯在苹果发布会的时候那些样貌。乔布斯应该不会那么臭着就去的。我可能之前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忽略了他，还有就是一些个人的习惯还有卫生问题。他今天走了，其实我挺难过的。你追他呀。如果还能有机会的话，你改呀。我愿意改。那你现在去追他吧。
可以吗？可以呀，快跑啊！在节目的最后，他也跟我说他愿意改，但是这么多次的失望，我实在是不敢再去期待了。然后，当然他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有自己的理想抱负。我可能在生活中也有忽略过他的感受以及他的工作状况之类的啊，我也很抱歉，但是还是希望他以后能够更好，然后能改掉那些坏习惯吧，就去成为一个他想成为的人。